黑老大亲手为妻子吃下一口羊肉串，等妻子吃过后自己再吃剩下的。可就在此时，门口走进一个小混混，见黑老大妻子长得漂亮，立马起了歪心思，还没坐下就故意把椅子往身后靠，一看就知道是想找茬。啥呀？没有礼貌啊！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啊！我长这么大就不懂什么叫礼貌。男人听后忍无可忍，拍桌而起。但黄毛朋友也不是吃素的，眼看双方剑拔弩张就要动起手来，黑老大却不想把事情闹大，让兄弟不要冲动。而兄弟虽然火大，但还是照做了。不好意思啊，小姐们，啥也不是，废物。面对混混们的言语羞辱，黑老大再次隐忍了下来，没想到却被白毛误以为他是真的废，不仅用色迷迷的眼神盯着他妻子，还嚣张地吹起撩妹口哨声。此情此景，相信没有哪个男人能忍。可黑老大明知妻子已经被搞得脸色难堪，但他却不打算跟黄毛发生冲突，而是让老板打包20个羊腰子回家吃。不料黄毛铁了心要跟他作对。老板，我也来2份。快点！黑老大见状不想说什么，很快他的羊腰子就打包好了。可黄毛却又开始找茬了。只见他故意当着黑老大的面抢走羊腰子，还嚣张地表示女友想吃热乎的，让黑老大他们等下一份。你手里那些是我拿回去给孩子吃的。孩子？没想到黄毛直接朝袋子里喷了几公斤口水，然后一脸不屑地丢在桌子上。正所谓祸不及家人，这下黑老大终于忍无可忍，当即解开领带准备彻底疯狂。不料妻子却好言相劝：不要觉得你年轻气盛，你不上我不拦着你。你要是觉得年龄过了，我们就回家，父母和孩子还等着我们。黑老大听后觉得妻子的话言之有理，虽然他曾经是叱咤风云的黑老大，受不了半点委屈，但如今只想以家庭为重，于是整理好衣服向黄毛说了声抱歉，然后拉着妻子的手准备回家。这时老板急匆匆跑来把新烤的腰子交给他，还夸赞他性格变了不少。黑老大则谦虚地告诉他自己老了要以家庭为重，说完便挽着妻子转身离开。然而今天发生的事并没有结束，就在几天后，白毛带着一伙小弟来到黑老大的酒吧闹事。只见他故意把真酒放进袋子替换另外一瓶假酒，接着摔碎杯子，声称喝到了假酒要老板娘3倍赔偿。可老板娘一眼就看穿了白毛的小伎俩，先生，这不是5.5酒。然而白毛却直接把货号条撕碎甩在老板娘脸上，然后明确表示要3倍赔偿，否则就叫小弟天天来捣乱。不过还有另外一种解决方式，那就是让老板娘陪他喝几杯。说完便将老板娘强行拽入怀里调戏。而此时黑老大龙哥再也忍无可忍，于是怒气冲冲地走过来让白毛住手。有什么事儿啊？冲我来！你是老给呀！面对白毛如此嚣张的羞辱，龙哥一脸凶狠地让他等着，然后转身走进厨房拿家伙。本以为他要教黄毛做人，没想到却拿出3倍赔偿金道歉，这副怂样直接给大嫂整无语了。白毛更是忍不住想笑，他没想到龙哥竟这么怂，拿起桌上的赔偿金就准备离开。可大嫂忍不下这口气，却被龙哥出手阻拦。不好意思，见笑了，老板会做生意啊，以后你店多照顾照顾。哎，好嘞哥，多跟你男人学学啊。等白毛一脸嚣张的离开后，大嫂马上责怪龙哥的做法太怂了，可龙哥却说脾气火爆做不了生意，还让大嫂以后碰到这种事忍一忍。行了，收拾收拾关门吧，时间也不早了啊。照这样下去啊，这店迟早关门。转眼来到第2天，龙哥和媳妇正准备开店做生意时，白毛却带着一大帮兄弟前来捧场。大嫂一看就知道不怀好心，可龙哥却让他去切2个果盘，自己来招待这些人，因为他已经想到了好办法。随即把快过期的酒水端给白毛喝，但白毛指名道姓要喝黑桃，龙哥只好解释卖完了没有货。我大老远的来捧你场，你这么着是不是有点不识抬举啊？这样，老板，你先消消气儿。这几款酒呢更好更贵，但是我还按照黑桃 A 的价格给你走。白毛一听又可以薅赔偿费，于是立马打开一瓶美酒倒在杯中，可他自己不喝却要龙哥喝，理由则是觉得昨晚喝到了假酒，所以怀疑这批也是假酒，并警告龙哥不喝的话就要3倍赔偿。再杯。龙哥随即端起酒杯一饮而尽，但白毛并不打算罢休，而是让龙哥把剩下的几瓶都喝一遍。龙哥无奈只好照做挨个喝一杯，然后信誓旦旦地告诉白毛没毛病。殊不知正好中了白毛的圈套。只见他起身走到龙哥身边，然后嚣张地说这酒都是你开的，所以我不用付1分钱。说完便得意洋洋地准备离开，不料却被大嫂叫住买单。今天不结账，谁也别想从这门出去。